试过多少，才不会被现实看到。只是相爱很难，刚好陪着你就好，这样不算打扰。还依然听到爱你很久清晰的心跳，那一份爱放在我心里，变成了心事，就一直在你身边围绕。我依赖的你可能都不知道，一分一秒对我多重要。生活不过是你陪我走过的每秒，爱过的人现在应该都很好。记忆它如诗如画的线条，镌刻出某段青春的寥寥。我害怕知道，又很想知道你现在好不好。可能都不知道，一分一秒对我多重要。生活不过是你陪我走过的每秒，爱过的人现在都很好，爱着的你应该都知道，你从未缺席过那些美好。原来你才是我一直珍惜的每秒，我答应了你就会一直都好。初瑶啊，你赶紧出来跟人俊俊聊聊天啊，等你半天了。瑶瑶，快陪俊俊聊聊天。去。瑶瑶真贤惠。妈，哎，别坐那儿啊，坐这边来呀。没事，妈，我坐这儿能听见你们聊，能听见。这孩子，你说你坐得近点儿啊，我跟你聊天这也省事儿，要不然我扯着个嗓子喊着累得慌。去。啊，我这次来呢，特意给阿姨带了甜品。我妈妈说您爱吃这儿的点心啊，所以呢，我正好给您带了这个。这些点心啊都是无糖的，吃了对身体特别好。看这还让你妈惦记着哈。瑶瑶，我还特意为你准备了礼物，准备了这个。这是干什么的呀？这是一本写成功学的书，说的特别好。他说一个人要想成功，就一定要稳稳当当的、踏踏实实的，而且呢，千万不能有那些浮躁的想法。现在有你这种想法的年轻人，那可是太少了。现在的年轻人啊，一个个飘的跟那什么似的。可不是，而且阿姨，我跟你说，像我们做这个职业，商业保险，就是一个特别靠自己人格魅力和脚踏实地做事儿的一个行业。如果你想赚得多赚得少，不好意思啊，打扰一下，妈，你们先聊，我去做饭去。哎，你刚过来坐下，你听人家俊俊聊聊人生经验是吧？我买了茄子，我怕我弟不会做，我去帮他去啊。你这孩子。阿姨，您也爱吃茄子？对呀，我也爱吃。哦，而且这茄子特别好，它不仅有各种各样的维生素，而且还补铁，还抗衰老呢。哎呀，你懂得可真多。你也爱吃茄子是吧？我也爱吃。今天晚上啊，留在阿姨家吃晚饭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客气什么呀，在阿姨家。谢谢阿姨。哎，茄子做的太香了。瑶瑶、初晨，吃饭了，吃饭了。教你们俩呢，饭菜都好了，赶紧过来吃来。哎，老黎呀，饭菜都做好了，出来吃饭了。哎呀，今天老将没出马，尝尝你们的手艺。来尝尝。哎，叔叔，您坐这儿，您坐这儿，我再拿个凳子。不，你是客人，你坐。好。哎呀，我突然想起来了，我明天所里有个会，我得早点过去。你们吃完了也早点歇着啊。
何俊，今天招待不周啊，赶紧吃完了我们送你回去。坐，别客气，坐，别客气啊，当自己家一样啊。吃吧。谢谢叔叔。哎，好。吃饭吧。哎，那咱们吃。瑶瑶，吃饭挑食可不好，您多吃点茄子。我不喜欢吃茄子。初晨，你吃。哎，你多吃点笋尖儿，对身体好，红烧的，来，多吃。阿姨，您爱吃茄子啊？您多吃点。嗨，你赶紧自己吃吧，别忙到我们了啊！哎，这个茄子做的特别好啊，从色泽、品相、味道，简直了！而且这个火候掌握的恰到好处啊，特别适合人体吸收铁元素，太好吃了。喜欢吃你就多吃点啊。阿姨，瑶瑶真贤惠，是吧？做的饭太好吃了。下次来再让他给你做啊。哎，好，阿姨，啊，就送到这儿吧，过2天还来呢。那也行，阿姨就不送了啊，给你妈带好，听到没？好。楚瑶，你再送人回去啊！我不送了，这是一呀，这蚊子太多了。不好意思了，你这孩子。楚晨，跟妈回家。啊？你啊什么呀？回去，慢慢聊啊。瑶瑶，有一句话叫“小别胜新婚”，不知道你听过没有？小别胜新婚啊，讲的就是2个相恋的人，他们有一段时间没见呢，等到再见面的时候，就会觉得特别的甜蜜，特别的幸福，就像咱俩现在这我样。太冷了，我先回去啊。哎，瑶瑶，记得看我给你买的书。跑都跑得那么销魂。妈，我出去一趟啊。哎，你站住！干什么去啊？吃多了，想出去走一走。来，坐这儿来。还吃多了想出去走走，我不知道你，肯定出去给你姐捣乱去。大人的事儿，你小孩少掺和，啊？行。你怎么现在就回来了呀？啊，你不多聊会儿？我跟他有什么可聊的呀？人俊俊聊得挺好的啊，就你，跟个闷葫芦似的，什么都不说。人俊俊说了啊，虽然说你身上啊有这样那样的小毛病，但是人家俊俊和他妈妈人都不在乎啊。俊俊这么优秀的男孩子，上哪儿找去？我跟你说，过了这村没这店儿啊！到时候，到时候你要，到时候你要嫁不出去啊，你可别给我哭来啊！还把门给我关上。哎，对了，把那个书给我。那个初瑶啊，初瑶，哎，你把门开开来，哎，人家那个。俊俊给你买的这个书，你睡觉之前看看啊，他给你挑的一定不错。好的，妈，放心吧，我一定好好看。乖啊，好好的学学这个维生素 P。什么孩子这是？别听他的，看你的啊。
200万？是的，200万。我们龙翔最近有一笔200万的资金，要给全体员工购买额外保险。不知道何销售有没有时间和精力来负责这个订单呢？当然有。那就太好了。不过还有另外一个事情，可能需要何销售来帮忙协调一下。什么事儿？你说。你看啊，我们公司的这个保额那么大的单子，而且又是以团体购买的形式，您一定能拿到不小的折扣回馈给我们吧？哎呀，这个回扣的事儿，我还真说的不算，所以也没法给您做决定啊。这就难办了。我也是个跑腿的，说话也不算数。如果我拿不到老板满意的折扣的话，可能我就要找别的保险公司来谈一谈这个事情。等等，你看你比我还心急。这样，我回去之后呢，跟我们的本部长好好的商量一下，一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。好的。那么就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喂，喂，小韩总，我是齐毅。我已经跟那位何销售提出了订单的事情，并且按照您的吩咐跟他说了，我们需要折扣返点。很好。何俊说什么了？何俊说他能拿到的最高返点是3%，我跟他说了必须要提高，但是他说他做不了主，所以呢，我就请了他和广安公司销售部部长下午来面谈。广安公司销售部的部长？对呀，就是何俊的直系领导。行，那个我知道了。下午我会亲自见何俊的。那行，我给您预留会议室，等您啊。哦，对了，这个事儿千万别给出瑶说啊。您放心，我明白的。好。这是这个月我们开始启动的流程，本来也应该在这个月进行宣传推广，但是由于龙翔那边合约走得比较慢，所以我们前期的宣传费用可能也会推迟2到3周。宣传的时间不能往后推吗？要是往后延的话，就赶不上发布会的热度。那我们该怎么办？那我们的钱不够前期宣传吗？这个比较困难，可能连定金阶段都不行。我觉得没事儿，反正龙翔都要跟咱们签了，我们先找他们提前预支资金不就得了吗？啊？喂，陆叔，怎么了？哦，好，你先别着急啊，事情总有解决办法的。我去帮你问问韩总。郭部长，哎，您大驾光临，真的是太荣幸了。这次你们的保额比较大，小何没做过这么大的单子，我还是不放心，所以来看看。有劳您了。对了，这次你们指定要小何来受理，我听说你们老板和小何是多年的朋友。我们的老板不是小韩总，是小韩总的父亲。因为小韩总和何销售很早之前就认识，所以我们这一次才把这个单子交给何销售的。原来如此啊，小何能受到你们的青睐，真是荣幸啊。哪里，啊，小韩总已经在会议室等您了，两位这边请。好，谢谢。小韩总，
广安公司的代表到了。两位请。韩总。初瑶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这位是？这是我的高中同学韩子墨。怎么？怎么了，何俊？几天不见，不认识了？是好久不见了。那个，齐毅跟你们说了吧，公司因为财务的原因，有一笔钱呢需要花出去。哎，你别光站着，来坐，我们聊聊。这个保险项目是您负责吧？我作为龙翔资本的少东，花钱的事儿当然是义不容辞的。但我听说你们广安只给3%的折扣，我好不容易负责一个项目，连个抽成的空间都不给，合适吗？这个我们也没办法，折扣比例公司是有规定的。你是广安公司销售部的部长吧？是。我看你这部长啊，当的也没什么实质性作用，没什么话语权，到头来和外面跑销售的一样。这么大年龄了，还是个跑腿的。都是为公司服务嘛。我和业务员一样，没什么高低贵贱之分。这姓韩的臭小子，仗着他爹有几个钱了不起啊？部长，我告诉你何俊，这一单必须给我拿下。是，我一定全力以赴拿下这单。你怎么还在这儿啊？我一直等着您呢。我觉得订单的事儿，咱们可以再聊一聊啊。你说这个呀？可以啊，不过我现在得去健身房，要不然……健身房，正好我也要去啊，要不咱们一块儿？走吧。小韩总你好，这是您的更衣室钥匙。韩总，订单的事儿，你这速度也太低了吧！我这是中场休息，太累了。5公里以下还不如不跑呢。哎，韩总，韩总你干嘛？不是，哎，韩总，好了，这也太快了！跑完5公里来找我。5公里？韩总，不要韩先生，您的陪练今天没来，要不然咱们改天再练。那可不行，我这一天不练啊，手就生了。
起个老棒了。这身材，老棒了。你再出去找一个呀。我上哪儿给他找去？何军，上来。我。上来。怎么是我？快点儿。我。去啊。拿好。韩总，去哪儿？来，站中间。来。行嘞，韩总，别。韩总，你控制。姐，干嘛呢？算一下我们前期宣传需要的费用。我已经问过韩总了，他说明天可以和你们开个会，提前商议一下前期拨款的事情。那你觉得他能同意吗？我觉得应该没什么问题吧，他本身就挺看好你们公司的，反正合同早晚都得签，提前拨款也是正常流程。要是可以拿到这笔费用，那就太好了。没问题的。何军，喂，瑶瑶啊，你干嘛呢？没干嘛。我最近真的是太忙了，都没时间陪你。你不用担心我啊。放心吧，我不会担心你的。等我忙完这阵子，在事业上就会有新的突破。咱们的未来呢，你也不用担心了。我知道你有点小怨气，但是等我忙完这阵子，我就过去陪你。没事儿，你慢慢忙，不用着急来见我啊。什么意思啊？努力，奋斗，加油！神经病！人来了。这边请。哟，老哥，这2天辛苦了啊！不辛苦。坐。来，这2天跟着小韩总学到了很多，成长了不少。韩总，要是没别的事儿，就把合同签了吧。没问题，合同带了吧？你过目。来看看。韩总，怎么了？你这上面数目写的不对呀。数目？我看，你看这儿，200万，没错啊。你搞错了吧？我之前跟你说的是2万，不是200万。不可能，咱不是说好的200万吗？贺销售，你一定是理解错我的意思了。我们韩总说是有一笔200万的资金，可没有说都用来买保险呢。老何，怎么了这是？我该怎么办？
怎么跟领导交代？给，谢谢。还真没想到啊，韩耀明还真能同意咱们的投期与折扣。他在圈里可是出了名的谨慎。但我看这个韩耀明就是典型的笑面虎，这事儿不会这么简单。喂，哎，罗叔，你在哪儿呢？我在龙翔啊，怎么了？太好了，哎，你赶快上来啊，我在3号会议室。会议室。走吧。怎么了？你自己看。全泡汤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回事？我跟他说金额是2万，不是200万的时候，他又成这样了，怎么办呀？现在？你说，他不会傻了吧？要不然，就签给他200万吧。我来说吧。怎么了，何军？愁眉苦脸的。你怎么来了？瑶瑶呢？哎，保单的事你还想做吗？什么保单，全都泡汤了，什么都没了。完蛋了，那我这100万的单子只能找别人做了。行吧？等等。你说多少？100万？真的吗？但是呢，我有个条件。条件？你说。不许再骚扰我姐，不许再接近我的家人。还有牛思义。还有牛思义。好，我答应你。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，必须好好干你的事儿啊！不管怎么说，还是要谢谢你。别客气，应该的啊。再见。再见，不送了啊，拜拜。哎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啊，我随便逛逛啊。以后没事别来公司瞎晃悠。扶摇，我刚才呢帮你解决了个大麻烦。什么麻烦呀？何军那小子以后绝对不会再来骚扰你了。啊，原来是你啊！怪不得他刚刚给我发消息说告别。啊，看来这小子还挺言而有信的。你都不知道刚才他有多怂。行吧，那这次谢谢你呗。没事儿，都是我应该做的。潘总，潘总好。我爸，兴义科技的人来了吗？来了，就在会议室呢。那你赶快招呼齐一下，过去吧。哎，好。子墨，回来，来，跟你有关系吗？不是，洛叔，你老跟着人家屁股后头转什么？啊？你知道为什么在公司里我会给你留面子吗？嗯，因为你是我儿子，懂吗？但是你成天要是在公司里无所事事，到处闲逛的话，就是不给老子面子。老子，儿子，懂吗？懂。成交。成交。好好
好的啊。总算把何军给收拾了。哎，不过老叔，这何军一走，就便宜了韩子墨呀。这下他离追求你姐可就更进一步了。感情的事还是让我姐自己做决定吧。你跟着操什么心？哟，你还挺大度的啊。我就不可能把我们家司仪让给张志远。你们家司仪，哎，就我们家司仪怎么了？来了。哎呀，老叔，韩总，久等。来，坐。我说啊，你提交的那个预支款项申请我看过了。那我们申请的款项可以批准吗？我今天来啊，就是来跟你谈这个问题的啊。从我个人来讲，一点问题都没有。但是你要知道，这个龙翔啊，他也不是我一个人的，对吧？这公司呢有公司的章程啊。你看，咱们连合同都没签呢，我怎么给你打款？我要是今天给你打了款啊，明天我这个龙翔的董事长就别做了，对吧？是吧？韩总那边我会再申请的，你们先别丧气啊。没事，姐，我们再想办法就行，别担心了。走吧。小黎，韩总说你在新义科技的这个项目上表现得非常好，所以他决定让你继续跟进万和地产的后续融资项目。万和地产？对，这是计划书，好好看看吧。方总您好，我是黎舒瑶，韩总指派我过来跟进后续融资。哦，哎，咱们坐一谈，来。我们那个融资计划书已经交了，今天来开会，又有什么事儿？咱们呀，速战速决，工地上好多事都等着我呢。方总，这份融资计划书不能通过，我们再写一份新的上交给董事会吧。不是，等，你说什么？不能通过？为什么呀？我可是按照条目那写的清清楚楚的呀。方总，这次万和地产申请了1亿用于竞拍，但是这份融资计划书里面写到，我们龙翔只能分到10%的利润，董事会看到这个数据恐怕有点问题。嫌利润低？你不是怀疑我从中间抽钱吧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单纯的觉得这份融资计划书有点问题，数据可能不太理想。黎助理，对吧？对。我可以拍着胸脯告诉你，我们万和地产和我所拿的钱，绝对没有任何的水分。我们给龙翔的分账，那也是最大限度的保证了你们的利益啊！您误会了。根据31号地块的资质来看，总建筑面积应该到达20到30万平方米，税后利润应该也高达4亿到5亿。可是我们龙翔最后只能分到不到5000万，我认为董事会不会通过的。我在融资计划书里说得很清楚了，税后净利润很大一部分是要先还银行贷款和工程款啊。这部分占比太大了，我们可以通过压缩工程造价来解决。不可能。方总，我们楼盘的造价本来就高于其他楼盘，所以我们应该从根本来解决问题。简直是胡闹，成本不可能压缩的。方总，您完全是在坚持没有意义的事情。我没有意义？哼，是你懂还是我懂啊？
我还不需要一个黄毛丫头教我什么叫有意义。我盖房子也不需要一个外行对我来指手画脚。方总，方总，您别动怒，小黎也是就事论事嘛。那这样，明天你们跟我一起去工地，自己去看，眼见为实，我总不能再忽悠你们了吧？哼。你好，这是万和地产的施工项目吗？哦，对，我们找方圆，方总。方总啊，你们是方总的朋友吧？啊，方总就在里面呢，直接进去就行。行，谢谢啊。哎，等会儿，我给你们拿俩安全帽啊。进工地一定要戴安全帽，好吧？谢谢啊。没事儿。走。他这个位置，你看见没有？就那边那个位置啊。咱呀，一定要严格的按照图纸施工。是。啊，咱们要抓进度，好吧？哟，去，赶紧落实去吧。啊。哎呀，你们还挺准时啊！你好啊，方总。走吧，我带你们四处看看去。哎，等一下，都得看呐。你要不想看呢，那就拉倒。反正李助理也觉得我们万和不值得投资。不过你们来了一趟，拍个照片回去交个差，也行。那不行，我要过去看。琪姐，要不你在这等我吧，我跟方总进去。算了，一起看吧，一起看吧。你们这些娇生惯养的小姑娘，好好看看我们房地产行业的工作环境吧。啊，走。小心。走，那慢点啊。哎，拉你们一下。哎，慢点。好。走，从这儿上去啊。哎，方总，你等一下，还往上走啊？这也太危险了，连扶手都没有。说你们娇生惯养吧，还不爱听。工人天天从这儿走上走下的，谁也没说过危险。怎么到你这儿就全成事儿了呢？琪姐，没事儿，我扶你上去。还是李助理胆子大些。好，我带你上去看看，千万别腿软了。走，等一下，我觉得他说话怎么有点奇怪呢？咱得小心点儿。咱们就是来考察的，他不会拿咱怎么样的。走吧。走。小心啊。哎呦，怎么了？哎呦，我好像是脚扭了。啊？要不我扶你下去休息吧？啊，不用，你赶紧上去看吧，看完了咱们早点回去。我没事儿，我一个人慢慢的往下挪，我休息一会儿就好了。行，那我先上去，我赶紧回来。哎，你小心啊。两位请慢用。就昨天那场面啊，我真的是进退两难。幸亏你来得及时啊，要不然我估计……反正谢谢你啊。我也是为了帮我姐，可不是为了帮你啊。罗叔啊，我以前觉得你一直是个小屁孩，没想到现在又开公司当老板了。再加上何俊这事儿啊，我对你真的是刮目相看。以后呢，咱俩就是兄弟了。你要有什么事儿，尽管跟我说，哥帮你办。我还真没什么事情需要你帮我办，主要是这件事情关乎我姐一辈子幸福，作为弟弟的不能不管。还有一件关乎你姐一辈子的事儿，你管吗？
我以前跟你说过，我想追你姐。虽然我跟你姐是高中同学啊，但是你接触的不比我少。要是说真了解她的话，可能你比我了解的更多。哎呀，反正我已经把你当兄弟了，我就不给你拐抹角了啊！你帮我追你姐。哎呀，磨叽什么呢？赶紧的！哎，你们另一个呢？啊，秦怡姐脚扭到了，去下面休息了。那行，咱走吧，小心点啊！哎。姑娘，你咋了？这是？啊，没事，我脚扭了。哦，那边有个木箱子，你去休息一下吧。哦，谢谢啊。不用谢。走，这边来看看。这么高啊？这点高度算什么呀？这对于我们整天扎在工地上干活来说，那就是小菜一碟啊。怎么了？李助理有点害怕了？没有，就是感觉挺危险的。危险确实是有点儿，可是你来考察，我总得带你整体的看看。你看这儿呢，视野开阔，整个工地呢那个现状都在你的眼前。怎么说你也是投资方的人，不敢怠慢，你说是不是？我们这儿的情况呢，已经开工3个月了。目前的这个进度呢，比预估的要快。工地每个人都配有对讲机，随时沟通，加快进度。商场的设计呢，每层都有它的主题，所以呢，装修的风格也有相应的差异。若回到那一天，定格你笑脸。若不知我的心愿，结局如何改变？若我能让时光重演，选择倒带的时间。若我能让旁人淡然，冲破绝望的昨天。记忆的边缘有你最大心结，用我温柔声音倾注全部岁月。此后的情节，我尽全力书写，抹掉此心悲切和所有离别。若我能让时光重演，选择倒带的时间。若我能让旁人淡然，冲破绝望的昨天。记忆的边缘有你最大心结，用我温柔声音倾注全部岁月。此后的情节，我尽全力书写，抹掉此心悲切和所有离别。流水的匆匆，是云掠过彩虹，你是一抹春风，吹散我的寒冬。人生这场梦，点燃你的夜空，要我一起守护，是最大光荣。人生这场梦，点燃你的夜空，若我从未触碰，该何去何从？